香港哪里有风水师？我一直在这里讲，大多数是脱离实战的超出匠。你看阳宅是吧？没人用阳宅山药去做风水吧？没有人用各类阴阳去做阴宅吧？香港做生意最厉害的是于志林呐，符咒都不会发，看个八字没有一个可以看得准的。比如说先生做风水，不运财局，北斗七星阵，如何去避开这种商业陷阱？我觉得那些香港的风水师没一个敢攻击我的，他只要敢跟我留言，我们可以打擂台的。大家好，我是道元。2026年呢，丙午马年，先生呢在道元观爵这个频道给大家拜年了。为了帮助大家在新的一年新冲纳福，喜气满满，先生呢特别设计了一个精美的动态壁纸，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呢，可以助力大家在新的一年鸿运当头，事事顺心。想要领取的朋友，只需要添加先生的频道 WhatsApp， 联系我的助理。前30位的朋友呢，还将享有特定的限定编号。大家赶快领取这一份好运吧！再次祝大家新冲行大运，好运含随身。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道元观爵频道，我是安南。Hello， 大家好，我是道元。道元老师，香港一直是以这个玄学之都自居啊，像这个苏明峰啦、李居明大师等等，都对外宣传说自己其实是承袭了正统的风水。那有一种更加尖锐的批评指出，99%的大师呢都是这个资本包装出来的。那先生如何看待这个极具争议的这个话题呢？比如说我们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啦，它没有完整的龙脉了，先天缺乏风水实战的地理基础。为什么现在高铁要通到大陆？这个港珠澳大桥要连通，其实就是承袭这个大陆的龙脉过去。对，而我们广州是一条北龙，北龙也是水龙嘛，是，对吧？水主财，所以你看为什么珠三角它这个经济就那么好嘛？再看我们广州的这些山峰，像元宝一样的，就是主财。香港其实当然是一块风水宝地，这是一定的。它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最宁静的这种港湾，也注定了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化大都市的这样的一个风水的点。但是香港的现在人那么多密集，然后的话，比如说香港的公墓上基本上是没有多少站了多少年，然后要取出来，然后另外一个人站，其实他都没有什么这个风水可言。是，就比如说97年以后，就是真正懂得寻龙点穴的内地传承高手或边缘化。那么现存主流的大师，大多数是脱离实战的超出匠，对照搬书本的，对照搬书本。香港风水圈它已经形成了什么成熟的这种包装的产业链，就比如说通过这个拜师镀金啦，比如说通过枪手出书啦，比如说通过电视曝光啦，因为什么香港还注重官媒，对不对？只要在官媒上面发表，就觉得还不错，很厉害。然后呢找一个这个富豪做一个背书，就比如说像苏明峰、像李居明这些所谓的大师，第一个都是半路出家，并没有强大的法脉，并没有强大的道统，也不是说这个传承起来的。他在香港的话依然是大行其道，只能说香港的风水的什么环境很好，对这类文化类的东西比较包容，或者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东西不太了解，有天然的这种敬畏之心。先生也不止一次讲过，就香港真的没有风水师，香港哪里有风水师？我一直在这里讲，你不管是苏明峰的飞星派，还是说这个李居明的阿弥学，其实都是将杨公的风水的源头理气极度的简化，并且成为娱乐的这种话术。你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去学风水的时候，那是要名山大川呢，实地考察。对，我们实地考察。我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就是我们去看风水，比如说我们去向历，就风水叫向历，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的？你猜一下？一般是白天看，那我猜应该是晚上去。对，所以我们群众领域都是夜观星象，都晚上去的。就这一个，我跟你讲，香港风水师就没有人知道这些所谓的大师，你看他们的出身要么就是底发匠要么就干嘛干嘛的，对不对？他都是半路出家，看2本书就出来了，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在大陆可以站稳脚跟的，只不过是往东南亚去辐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当时我们在拍超能力学院的时候，对，在点评那个甲板的那个风水的时候，有很多的无良的风水师就说这个地方就是鬼城了，这个地方已经不行了。然后现在那里变成了一个真的人都没有，那个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都是什么人云亦云。有一个不好的风水师说这个风水不好，那个风水师又没有见识，也没办法否定这个风水不好，
就说这个风水也不好，给当地的那些什么居民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恐慌。有钱的人搬走了，那些穷人呢怎么办呢？就搬不走，对不对？也和鬼城一起在那里。对，如果有一个人来说好，那其他的那个说错的那个风水师呢，就觉得大家都说是坏的，为什么你说是好的？群起而攻之。是，所以香港没有这个氛围，弹丸之地就是这个。就是我原来在节目里面不是一直讲过，比如说你看风水，你看阳宅是吧？没人用阳宅山药去做风水吧？也没有人用这个各类阴阳去做阴宅吧？就有一个人出了一个悬空，另外一个人也出了一个悬空，这都是悬空啊，都是悬空。有一个人说八宅好，那另外一个都是八宅，就除了八宅和悬空，再也没有派别了。香港风水师会吗？不会。比如说很多人种生计，那香港种生计最厉害的是鱼之林啊。对。那点鱼之林种生计，我跟你讲，福州都不会发。种生计要么几种，一种是香炉生计，对吧？你种在祖师爷的香炉下面，谁要是想要动你这个原主的话，要问祖师爷的香炉同不同意。比如说生老病死，祖师爷都给你看着。你要他病，你也问祖师爷的香炉；你要他死，你也问祖师爷的香炉。祖师爷同意了，你阎王才能拿人，这叫香炉生计。那么龙穴生计的话，一定是名山大川，这个人要福报很深厚，能得天助。然后这个人可以种龙穴生计，但是香港这些东西是变成什么商业化，找一块地变成了生计福地，所有的人都种在那里啊，一个坑多少钱，一个坑多少钱，确确实实没有风水师这么一说呢，看个八字没有一个可以看得准的。就前一代呢，比如说你看蔡伯利这种是大陆过去的，还多多少少带一点什么传承过去，可是到了第二代，他们那些人学只学到一个形，没学到神。举例啊，你用八字去看一个人的命理，非洲人你就看不准。非洲它就是热和热死人，它没有春夏秋冬，所以它那个地方的八字任何人都缺水，所以你看他八字的话，生强生弱都要水，因为它那个地就是火旺的地啊，八字的能量和其他的地方的八字能量它是不一样的。那些看似很复杂的风水理论和实战案例，那难道都是凭空捏造的吗？有个什么煞，然后我们就用个什么官去把它挡住，就你不觉得是过家家吗？对不对？特别是某大师，然后都设计出什么这个旺运的、那个旺运的这种款，你觉得它是一个风水屋吗？它不是，对吧？它有哪里的能量？它没有哪里的能量。比如说，先生做风水，一定是承袭着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一定有据可查的。比如说我们不五谷运财局，比如说我们北斗七星阵，对吧？这都是什么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东西。我认为他们都是心理学家。他们都会察言观色，但是如果他们懂风水，我就觉得不太可能性。我见过很多的香港风水师都找我们来看，说哎先生啊，我家里要修坟。我说你不是风水师吗？对，我是啊，但是呢，自己不做自己的风水，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那我们的话，我跟你讲，现在虽然先生还年轻啊，但是我将来要归老的地方，对吧？我肯定是已经选好了。这么快？那当然嘛，是不是？地肯定要点好了。在风水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宁占自身都不占自己的孩子”，有风水宝地自己马上占了，儿子都不要给他。哪有风水师不给自己选风水宝地的呢？对不对？如何去避开这种商业陷阱，这种一条龙服务？假如说你看一个风水师，你就说，我算八字之前，这个师傅你能不能够把64方给我背过？他如果这个都不认识，然后的话你不扯吗？对吧？然后你的八字从哪里学回来的？你的风水从哪里学回来的？那还有就是他讲话是绝对的，还是模棱两可的？所以你可能婚姻不好，可能我婚姻很好啊，我是说你可能，我婚姻是不好，对，那我是说了可能婚姻不好嘛，对不对？就是他会讲一些可左可右的话，明白。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你可以考究他的出身，是不是？你师承是谁啊？你比如说人家要拷问我的出身，就人家问我的道家的身份，可以讲的给他听，是吧？那师傅是上大下民，字金涛，我龙虎山65代嫡传。那如果人家要问我的法脉是什么，那我也会告诉他，是吧？元学9代传人，是吧？师傅是道无啊，弟子是道元。人家说你家学是什么？那我会给人家讲，是吧？家学400多年，然后祖上是传山先生，这个是有传承、有法脉、有道统。你从事这个行业多长时间，是吧？那从13岁开始到今年30年了，那这些都是他有没有半路出家？是不是从易经里面的一爻要开始学的？这个非常关键。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你看他有没有德行，他会吓你啦，是吧？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了，然后你解决问题要花多少钱呢？是吧？会给你 A 选择、B 选择、C 选择了。就大家了解我的，找我面批的，我只会讲问题，让你要买什么东西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不会说为了要你达成某种商业的目的，然后去做什么，哪怕他真的有一点水平，看得懂你1-2点的事情，但是只要他商业化太严重，
你就知道其心不正。那其心不正的，很难成这位大师。我觉得那些香港的风水师没一个敢攻击我的，他只要敢跟我留言，我们可以打擂台的。那我会把他批得体无完肤。那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被香港大师的理论或者案例吸引过？在接触风水的过程中，是否有遇到过类似的商业套路？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也欢迎添加我们的 WhatsApp 跟我们道元老师进行近距离沟通。那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感谢道元老师，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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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